大夏第299位天选者于3分钟前确认牺牲，又失败了，又一个。3年了，整整300个天选者，就剩最后一个了。我们大夏的耕地只剩1000万亩了，根本养不活20亿人啊！还有1年，1年后粮食耗尽，我们都会饿死。天要亡我大夏吗？因299号天选者挑战失败，惩罚机制启动，大夏现有耕地将再度缩减5%，全民农场空间是大夏唯一的希望。真的没有希望了吗？警告：大夏粮食储备已达临界点，即刻启动最终预备方案，征召最后一位天选者。最后一位了，我们最后的希望，也可能是最后的祭品。无论是谁都太可怜了，前面299位英雄都没能成功。大夏最后一位天选者苏晨，是我。这就是天选者的农场空间，怪不得会失败。难道真的只能等死吗？我信命！检测到宿主强烈的不屈意志，正在绑定。什么声音？恭喜宿主，无限合成系统已启动。啊！这是我和整个大夏最后的生机。系统，无限合成系统有什么用？快告诉我。本系统可将同类型物品进行合成，提升其品质，无上限。任何东西都行，无上限。理论上，任何非生命体均可合成，且无品质上限。天不亡我大夏，只要能合成，就有希望。看看这只大夏猴子，他以为大喊大叫就能让那片死地上种出食物吗？八嘎！又是精神胜利法，大夏人果然是废物，只会无能狂怒。哎，别挣扎了，太丢人了。前面299位精英都失败了，他一个普通人能干嘛？炫头猪都比他强吧？放屁！你们这些杂种懂什么？陈哥加油，我们相信你。别理那些梗，苏晨，你是我们最后的希望了，一定要挺住啊！妈妈，苏晨哥哥一定可以的，你看他的眼神，他一定有办法的。傻孩子，但愿吧。可这地怎么可能种出东西来？苏晨哥哥加油，雅雅相信你，你是最棒的。地下有东西。恭喜宿主获得劣质白菜种子1000，物品劣质白菜种子，品质劣质，说明劣化的种子，味道差劲，食出存活率极低，营养价值微乎其微。唯一优点，吃了能勉强填饱肚子。劣质种子，上帝真的抛弃了大夏，他发现了一袋垃圾，笑死了！这就是最后的希望，一堆连发芽都困难的劣质种子。劣质来的正好。就让你们看看什么叫逆天改命。我就说吧，一群连猪都不吃的垃圾种子，垃圾人配垃圾种子，绝配！可怜啊，建议你们的天选者直接自尽吧。完了，彻底完了，这还怎么玩？他一个普通人，拿着一堆劣质种子能干什么？为什么会这样？我不相信，这不公平！完了，丫丫，我们真的没救了。不，妈妈，苏晨哥哥不会放弃的，他一定有办法的，我相信他。劣质，正好，系统给我合成。检测到不入流劣质白菜种子2，是否进行合成？是。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普通白菜种子1，物品普通白菜种子，品质普通，说明味道一般，可正常种植，营养价值较低，但至少能稳定的产出食物。果然可以，继续。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优质白菜种子1。哎，快看那只猴子，他是不是傻了？对着一堆垃圾种子发呆。哈哈哈，精神已经崩溃了吧？仅仅是优质还不够，食物只是第一步，我必须尽快合出蕴含灵气的反击种子，只有那样，才能真正改善我的体质，获得对抗未来魔物的力量。好好看着吧，你们这些蠢货！真正的翻盘，现在才刚刚开始。优质，继续。合成失败，检测到品质壁垒，突破不入流品阶需消耗同类优质种子8，方可进行繁殖合成，是否继续？8颗吗？全部投入合成。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繁殖下等白菜种子1，物品繁殖下等白菜种子，
品质凡级下等。说明：吸收了少量能量的变异种子，拥有不可思议的功效，长期食用可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成熟后可为宿主提供1.0能点。凡级，这才是真正的开始。就是生与死的鸿沟。之前的那些天选者，就是因为没有凡级种子改善体质，第一次魔物侵袭都扛不住，才会在农场空间里惨死。你们看他是不是被打击的精神失常了？疯了，肯定疯了！一个普通人面对这种绝境，不疯才怪呢！哎，别看了，已经结束了。准备迎接倒计时吧，坐等王国。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凡级下等白菜种子1。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凡级下等白菜种子1。有了这些凡级种子，别说1个月，就算更久，我也能活下去，活下来。我要做的可不仅仅是活下来，大夏的粮食危机由我来终结。再来。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凡级中等白菜种子1。物品凡级中等白菜种子，品质凡级中等。说明：吸收了更多灵能的变异种子，食用后可中幅度提升身体素质，成熟后可为宿主提供2.0能点。2.0能点，提升效果也更强了。如果继续合成下去，凡级上等甚至传说中的灵级种子提供的灵能点只会更多。但是种子的品级越高，生长周期便越长。1个月后的魔物侵袭，我等得起吗？如果为了追求极致品质，导致第一波都扛不住，那就全完了。不行，饭要一口口吃。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品质，是数量。我的种子基数太少了。挖土？他是准备给自己挖个坟墓？笑死我了！我们的天选者已经开始研究利用初始资源了，他居然在锄地！垃圾就是垃圾，就算侥幸得到了几颗劣质种子，也改变不了他农民的思维。苏晨到底在干什么？现在不是应该赶紧把种子种下去吗？是啊，翻地有什么用？农场空间还会给新的种子吗？从来没听说过啊！完了，他不会真的被打气疯了吧？你们根本不懂，这片土地既然能孕育出初始种子，就一定还有更多。只要我把这片空间全部翻一遍，找到足够多的不入流种子，到时候将拥有合成海量凡级甚至灵级种子的资本。别说区区魔物，整个蓝星的格局都将由我大夏来重新书写。挖地寻宝，结果就这儿，9个垃圾袋，我赌1美金，里面装的是土。农夫的智慧，也许他想用袋子把魔物套住，太可笑了。发现劣质白菜种子832颗，一共是7500颗。7500颗垃圾，他要干什么？开一个养猪场吗？这些够喂猪吃1年了。哦，这是何等的诅咒！大夏的天选者得到了7500颗废物。完了，彻底完了！这是惩罚吗？放弃吧，苏晨，这根本不是希望，是绝望。宝藏，这才是真正的宝藏。7500颗劣质种子，对别人是负担，对我而言却是通往神级的阶梯。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普通白菜种子1。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普通白菜种子1。合成成功，获得优质白菜种子1。合成成功，获得凡级下等白菜种子1。等等，他在做什么？他在把那些垃圾种子合成了？不可能，这种低级合成有什么意义？就算合成了几百颗普通种子，也改变不了任何事。还不够，继续合成。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凡级特等白菜种子1。物品凡级特等白菜种子，品质凡级特等。说明：蕴含庞大能量的奇迹造物，食用后可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成熟后可为宿主提供10.0能点。种植此物可毫无悬念度过第一波魔物侵袭。10.0了，还注明了可以毫无悬念度过第一波侵袭。继续合成。有了这8颗种子，第一波魔物不足为惧，但是这还不够。我的目标绝不仅仅是守住国门，
灯塔能靠着灵级资源领先全球，我大夏凭什么不能？只要我能合出灵级种子，整个世界的格局将由我来改写。来吧，让我看看传说中的灵级。看起来比之前的凡级特等种子并没有什么区别。合成成功，恭喜宿主获得凡级特等白菜种子1。失败了，还是凡级特等。我就知道，奇迹都是他失败了。用2颗最好的种子合成了1颗一模一样的，愚蠢的浪费。大夏的天选者，他现在一定傻眼了吧？结束了，最后的希望也破灭了。我不看了，心脏受不了了。物品为灵级白菜种子，品质凡级特等，属性蕴含庞大灵能，使用后可大幅提升身体素质，成熟后可为宿主提供10点灵能点。特殊属性生长速度提升20%。备注：仅次于灵级的伪灵根种子，蕴含一丝灵级规则，又有进化为灵级的可能性。伪灵级，还有特殊属性和进化可能，这根本不是失败，这是通往灵级的钥匙。系统，要怎么样才能稳定合成出灵级种子？经检测，合成灵级种子需提供足够的灵级规则，至少需要16颗同类型的凡级特等种子进行融合，方有几率突破凡级壁垒，晋升灵级。16颗，我刚才用了2颗，还剩下6颗凡级特等，也就是说还差10颗。贼老天，给了希望又给一堆破烂儿，早晚有一天给你捅个窟窿。他终于动了，他又去摆弄那些垃圾了。很明显，他已经因为失败而精神失常了。他在干什么？为什么还不放弃？也许他还有办法，我愿意再信他一次。不就是合成吗？再来一次就是了。只要凑够16颗凡级特等种子，我就能冲击真正的灵级。到那时，什么魔物，什么灯塔，都将被我踩在脚下。现在的合作，都是为了最终那一刻的爆发。等着吧，属于我大夏的时代马上就要来临了。合成成功，获得凡级特等白菜种子1。合成成功，获得凡级特等白菜种子1。快了，就快了。合成成功，获得凡级特等白菜种子1。够了，成败在此一举。我合！警告，检测到高能灵级，规则正在融合，融合成功。恭喜宿主获得灵级下等翠玉白菜种子1。物品翠玉白菜种子，品质灵级下等，属性1，蕴含海量灵能，成熟后可为宿主一次性提供1000点灵能点。属性2，长时间服用其产物可脱胎换骨，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属性3，种植后将永久性改良100乘100米范围内土壤品质。属性4，在该土壤范围内，所有0级以下含同类作物生长速度提升100%。1000点灵能点，这比凡级特等高了整整100倍。改良土壤，生长速度提升100%，这简直是神级 buff！ 就算这凡级农场现在还种不熟它，光是这改良土壤和生长加速的效果，就能让我的所有作物产量翻倍，发育速度将无人能及。对了，翻地的时候好像还挖出了一个奇怪的东西。物品破碎的水系结晶，品质凡阶，属性能量稳定，可缓慢吸收虚空中的水元素，每小时自动诞生10升可饮用淡水资源。真是天助我也！正愁着农场没水源，灌溉是大问题，这不就来了吗？地狱开掘，现在彻底逆转了。灵级种子不结水源，我的神级农场现在才算真正开始。接下来就是种田、收获、变强、魔物、灯塔，你们都给我等着！水源问题解决，万事俱备，只欠东风。接下来就是规划种植，必须把每一寸土地的效率都压榨到极致。优质不入流土豆已种植，预计成熟周期2天。2天？好快的速度！凡级下等玉米已种植，基础成熟周期14天。受翠玉白菜灵级规则影响，周期缩短50%，预计成熟周期7天。果然，周期直接减半。凡级中档基础15天，
现在是7.5天，繁殖特等基础18天，现在只需要9天。现在有19颗优质不入流，4颗繁殖下等，1颗中等，12颗特等，还有最重要的1颗0级翠玉白菜优质不入流的种子。虽然玲珑点少，但2天就能收获，可以快速积累种子数量，进行下一轮合成。而繁殖的种子，尤其是特等，是提升体质和灵能点的关键。小孩子才做选择，全都要。这颗0级翠玉白菜种子必须种在整个耕地的最中心，这样它的土壤改良和生长加速效果才能最大化辐射到每一块土地。剩下的土地就按照成熟周期来划分，2天成熟的优质不入流种子种在最外围，方便最先收割。然后是7天成熟的繁殖下等，7天半的繁殖中等，最后是需要9天的繁殖特等。种子已经种下，接下来就是作物疯长，灵能点暴涨，体质飙升。布局完成，接下来就是静待花开。虽然不知道外界现在是什么情况，但食物短缺，社会秩序恐怕很快就要混乱了。我必须争分夺秒，8天，也许只要8天，在翠玉白菜的加成下，第一批繁殖作物就能成熟。到那时，我的体质和灵能点将迎来第一次飞跃，也能收获大量高级种子，进行更高级的合成。笑死，都这时候了，大夏的救世主就在空间里种地，种那几十颗破种子有什么用？别尬吹了，魔物一波就能踏平大夏，指望这几个玉米棒子，投降才是唯一出路。滚！你们这些牧羊犬，跪久了站不起来了吗？苏晨到底什么情况啊？你倒是说句话，我们快撑不住了。苏晨哥哥一定可以的，他一定有自己的计划，大家要相信他。最后一批营养液，500龙币一只，先到先得，不讲价。500？你怎么不去抢？昨天才卖50。昨天粮食还能敞开卖呢，现在你有钱都买不到米，爱有不要，有的是人要。我要，给我3只。我说600，卖给我。外界的混乱我无法阻止，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在这里为大夏和14亿同胞守住这片最后的希望之田。这场关于种子、粮食和生存的风暴才刚刚开始。主任，苏晨手上只有几十颗种子，就算加上合成的，前期发展也太慢了，魔物随时可能降临。我怕来不及啊！你的意思我明白。主任，我们联系灯塔吧。他们的幸运之子茱莉亚，开局就获得了上千颗繁殖种子，我们可以向他们购买。购买？你以为他们会那么好心？他们只会趁火打劫，狮子大开口。可这是唯一的办法了，只要苏神能获得足够的种子，他就能活下去，我们大夏才有喘息的机会。他们要的恐怕不只是钱，而是我们大夏的国运。联系他们，告诉他们，我们愿意谈。无论如何，先保住苏晨。Sir， 如你所料，大夏撑不住了，他们请求购买繁殖种子。高傲的大夏龙终于肯低头了。他们真以为这只是一场简单的交易吗？之前我们用同样的方法让10几个小国沦为了我们的农场空间殖民地，现在轮到大夏了。出产的计划天衣无缝。传我的命令，以10倍价格卖给他们最劣质的繁殖种子，同时协议里必须加上一条：苏晨未来所收获的非繁殖作物，我们灯塔有权以市场1%的价格优先收购。1%？这他们会同意吗？他们会的，因为他们别无选择。去联系茱莉亚，让她准备好跟苏晨好好谈谈这笔生意。茱莉亚，该你出场了。为了大夏的种子。没错，大夏已经山穷水尽，他们的代表苏晨很快会联系你。记住，我们的条件一个字都不能改。我们要让他让整个大夏明白，谁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放心吧，对于这种走投无路的猎物，我最有耐心了。我会让他心甘情愿地签下这份协议。这是来自外界1年只有1次的通讯机会。苏晨同志见字如面，形势危急，实乃无奈之举。多此茱莉亚，
获取种子为第一要务，所有族人与你同在，拜托了。无奈之举吧，我明白你们的苦劝，但是想让几个破种子就扼住喉咙，灯塔，你们的算盘打错了。我的路从一开始就只有一条，靠自己杀出一条血路。土地的种子现在连水源都有了，虽然少，但只要利用到极致就足够了。靠天靠地，不如靠自己。我是说吧，他们最终还是要均衡的。5分之1的种子收购大象，居然这都能接受，我太难了，一压就坏。收藏这个不食食物，惹怒了灯塔。能买到种子就不错，还招三惹四，为了所谓的尊严，让所有人饿肚子吗？早就在合作啊，非要逞英雄，现在还不是得低头？叔叔加油，我们相信你的徒弟。别理那些杂音，无论你做什么，我们都支持你。指挥者，一定要指挥者。舆论的压力，同胞的期望，还有来自高层的死命，我倒要看看你能撑多久。怎么回事？1个小时了，他应该已经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才对。这个低劣的大夏人，竟敢让我等这么久，还是说他想用这种方式来表达他那可笑的骨气？有意思，反抗吗？这只会让我更加兴奋。灯塔朱莉亚想用几颗破种子就扼住我大夏的咽喉，做梦！我有无限合成系统，无需向任何人低头。史密斯，那个大夏人还没有联系我。这种低劣的东方人就是这样，不懂得抓住机会，需要我替您去提醒他一下吗？给他最后一次机会，告诉他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请放心，我保证完成任务。一个连农场等级都不到 C 级的家伙，也敢在茱莉亚小姐面前摆谱，真是不知死活。通讯申请已发送，对方已拒绝您的通讯申请。什么？他敢拒绝我？我的天，他居然敢拒绝灯塔的通讯！疯了！苏晨绝对是疯了！完了，彻底完了！他想害死我们所有人吗？自私自利！拒绝的好，凭什么他们想什么时候联系就什么时候联系？有骨气，苏晨，我们挺你，不能让他们以为我们好欺负。苍蝇一样，真是没完没了！混蛋！这个可恶的黄皮猴子，竟敢如此羞辱我！给你个开口的机会，我倒要看看你这只狗能吠出些什么来。可恶大夏老鼠，你终于敢接通讯了！不会说话就滚回娘胎回炉。通讯结束，您已被对方拉黑。啊！苏晨，我要杀了你！我一定要杀了你！我操，霸气！滚回娘胎回炉！苏晨牛逼！太解气了，这辈子没这么爽过，就该这么对这群狗东西。粉了粉了，这才是我们大夏的脊梁。气都冷，我们大夏的脸都被苏晨丢尽了，他怎么敢这么对灯塔的大人说话？完了！丢你自己的脸去吧，苏晨，干得漂亮！他敢拉黑我！不，我的反击特等紫麦生菜！苏晨，苏晨，我跟你不共戴天！以为拉黑我就没事了？菜鸟，我会让你知道得罪我的下场。哟，史密斯老板，是么风把您给吹来了？杰克，有个活儿，一个大夏的农场主叫苏晨。大夏人，还是个新来的。老板，你想让他怎么消失？我不要他消失，我要他生不如死。把他农场里所有的作物都给我毁了，我要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一切化为乌有。小事一桩，老板您就瞧好了，保证让他哭着来求你。他怎么还跟没事人一样？史密斯先生肯定会报复的。苏晨这是在玩火自焚。闭嘴吧你！看看苏晨这气度，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这才叫大国风范。骂完人拉黑，继续悠闲种田，深藏功与名。我宣布，从今天起，苏晨就是我唯一的男神。报复，尽管来好了。我的农场可不是谁都能撒野的地方。他拉黑了我，那个可恶的大夏人！日川君，你必须让他知道挑衅我们的下场。哼，史密斯君，你的心性还是如此急躁。不过是一个大夏的新人，就把你气成这样。放心，
我会让他明白什么叫做真正的绝望。你看着就好。我操！又有通讯请求，是扶桑的膏药企业，是日川钢板。这家伙在国际上出了名的狂妄自大，瞧不起咱们大夏人。完了完了，苏晨刚得罪了灯塔，现在扶桑也找上门了。吾乃大扶桑帝国农场主日川钢板。我是嫩蝶。那你嫩蝶，这是什么意思？就是爸爸的意思。拉给亚洛，你这个不知礼数的家伙，敢侮辱我！我本来是本着人道主义精神，看在你们大夏农场落后的份上，给你一次援助的机会。友邦援助，行啊，算你识相。只要你别废话，先拿个180公斤的凡吉特等种子过来当见面礼，有吗？什么？180公斤？凡吉特等？你怎么不去抢？没有，没有就滚回家找你妈奶孩子去吧，在这丢人现眼。我是嫩蝶，苏神，我的神，直接把对面干懵了。什么叫文化输出啊？日川钢板那张懵逼的脸。没有就滚回家奶孩子去。哎呀，实在是太解气了！这帮孙子总以为我们好欺负。疯了，他彻底疯了！他这是在自取灭亡，他在把大夏推向了深渊。八嘎！苏晨，苏晨，我日川钢板发誓，不怕你挫骨扬灰，誓不为人。我要让你跪在我面前，像狗一样。唉，这下算是彻底把扶桑农场得罪死了。得罪就得罪。难道要苏晨对那个日川钢板卑躬屈膝吗？我看苏晨做的对，有骨气。骨气不能当饭吃啊！1个月后，魔物入侵没有反击种子，我们拿什么去抗衡啊？他这是够了，苏晨没有错。我大夏的农场主脊梁不能弯，虽然前路会更加艰难，只是没有反击种子，这3亩地真的能创造奇迹吗？看来想建个护栏都不行，这破地方。还好。灌溉是不用愁了，有系统在，只要我的作物成熟，就能合成更高级的种子。凡吉特等算什么？可悲呀！死到临头不自知，还在那傻笑。这就是我们大夏农场主的水平吗？有人现眼！楼上的狗东西闭嘴！苏成笑怎么了？碍着你了？作物优质白菜，品质优质，成熟度100%，效果食用后可少量补充体力，增强身体素质。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没有反击种子，他怎么可能种出优质作物？这是幻觉，是假的！什么优质作物？这怎么可能？这简直是作弊！是农业相关领导的紧急通讯。奇迹，天大的奇迹！就在刚才，全国19个大型农场仓库凭空出现了共计19000个优质白菜。什么？19000个？没错，总重达到了57万斤。经过检测，品质和苏城农场收获的完全一致。这就是规则里的1000倍反馈。原来他一直都有底牌，可真的……我操！优质白菜，苏神牛逼！1000倍反馈，19000颗，57万斤。妈妈问我为什么跪着看直播，刚才那帮嘲讽的孙子呢？脸疼吗？这就是我们大夏的速度。苏神，护我大夏！一人可守国门，快，立刻把这个消息上报最高层，告诉他们我们大夏的国门守得住。恭喜宿主成功收获优质白菜19，获得灵能点1.9，获得优质白菜种子153。不错，153颗新种子，灵能点也到手了。按照系统的规则，只要再来一轮，我手里的种子就足够合成反击种子。扶桑农场算什么？1个月后的魔物入侵才是真正的大考。必须抓紧时间！快，都小心点，磕了碰了你们赔不起。头又来了一车，这白菜真是神了！我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这么好的。何止是好，你没看新闻吗？这57万斤白菜是苏神凭空给咱们大夏变出来的，是救命粮！作弊，这绝对是作弊！劣质种子怎么可能长出优质作物？我不信！大家冷静一下，或许只是某种巧合，我们还是要相信科学。巧合你个头！刚才叫的最欢的就是你，滚！别跟他们废话了，苏晨牛逼，大夏有救了！兄弟们，把苏神护我大夏打在公屏上！主任，我们成功了！苏神他真的创造了奇迹。没错，这一下看那些扶桑的家伙还怎么嚣张！现在不是高兴的时候，苏晨展现出的潜力已经超出了所有人的想象。他现在是希望，但也成了某些人的眼中钉、肉中刺。
接安全部，立刻启动博士1级守护玉儿，将苏晨所有家人的保护等级提升到最高，不能出任何差错。苏晨，你尽管放手去做，从今天起，你的背后站着整个大夏。 153个种子全部种下去，只要这次收获，就能合成繁级种子。魔物入侵，大夏的国门由我来守。啊，这是什么？地龙稀有级，效果提升0.5平方米土地2%作物生长速度，可斩断繁殖。地龙，居然是地龙，还能斩断繁殖，真是天助我也！太好了。 只要食物充足，我很快就能拥有一支地龙大军。到时候作物的生长速度能翻上好几倍。小家伙们，快吃吧，吃饱了给我好好干活，以后管够。我没看错吧？那是传说中的地龙，能加速作物生长的那种。我操，运气也太好了吧！这玩意可是宝贝，苏神牛逼，还能斩断繁殖！我的天，苏神这是要逆天啊！大夏有救了！地龙。 一条可恶地龙，我都没有，连我都没有。当初茱莉亚出价几10颗繁级特等种子，想换一条都被拒绝了。他一个低劣的大夏人，凭什么？哼，一个连自保能力都没有的废物，拿着宝贝有什么用？反正他也活不过下一次魔物入侵。在那之前，这条地龙还有他手上的破碎水系结晶，都将是我的囊中之物。加上原有的，这次总共种植了171颗种子。 171颗种子，再加上地龙的生长加速，下一次收获，我的实力一定能再次飞跃。1个月的时间，必须争分夺秒。由我国选手苏晨提供的57万斤优质白菜，已于今日全部送达指定区域，缓解了大家的粮食压力。苏晨是我们大夏当之无愧的英雄。可恶，地龙，还有那个破碎的水系结晶，凭什么落在他一个区区大夏人的手里？不行！ 这些东西必须是我的。苏晨君你好啊，我看了你的直播，真是了不起，居然能得到地龙这种传说中的宝物。有事直说。苏晨君不要这么冷淡嘛，我们扶桑与大夏自古以来是亲密的邻邦。作为哥哥，看到弟弟现在有了宝物，却自保能力不足，我心里很担忧啊。哦。 所以我决定援助你，只要你把地龙和那个水系结晶交给我保管，我以哥哥的名义保证，不仅帮你保管好，还能在你危难之时提供一些我们扶桑的特产作为援助。我吐了，这小日子脸皮怎么这么厚？还哥哥，空手套白狼玩的真溜啊，像屁吃呢！扶桑帝国的哥哥要帮弟弟了，大夏人还不快点感恩戴德？大姐冷静一点，远亲不如近邻。 日川君也是一番好意，我们应该理性看待，不要动不动就情绪激动。楼上的公之滚啊！这种时候了还当圣母，怕不是膝盖生根了，站不起来了。哥哥帮弟弟配钥匙，3块钱一把，10块钱3把，你配吗？你不撒泡尿罩住自己，你哪里来的勇气的呀？你八嘎，苏晨，你不要不识好歹！我这是在给你机会，一个随时会死的废物，守着宝物有什么用？机会？ 想谈交易就拿出你的诚意来换，不想谈就给我滚蛋！还来？你这么厚的脸皮啊！苏晨君，我这是在给你指一条明路，你可不要不识抬举。罢了，既然你不领情，那我们就谈笔交易：10枚繁级下等的种子，外加10株成熟作物，换你手里的地龙和那块水系结晶。我没听错吧？10个破种子换地龙，他怎么不去抢啊？这已经不是抢了。 赤裸裸的侮辱，把我们当傻子吗？你的智商是欠费停机了吗？用这点垃圾就想换我的宝贝？八嘎！你别给脸不要脸！苏晨，我告诉你，我是灯塔农场主联盟的成员。你今天要是敢拒绝我，我就立刻向联盟提议全面封锁你。到时候我看谁还敢跟你交易。大家冷静，灯塔联盟势力很大的，苏晨一个人扛不明智啊。 是啊，识时务者为俊杰，没必要为了一时之气断了自己的后路。楼上的狗又叫了，跪久了站不起来了是吧？你以为只是被孤立这么简单吗？你今天得罪了我，就是得罪了整个联盟，到时候你就是大夏的历史罪人。哦，对了，
我们对你的信息了如指掌，你的家人也不希望被牵连进来的。无耻，卑鄙，竟然用家人来威胁！这帮畜生，他们怎么敢？软的不行，来硬的，威逼不成上利用，最后连下三滥的手段都用上了。你这一套对我没用。太帅了，这就是我们大夏的脊梁，苏神牛逼！说得好，对付这种无赖，就不能给他半点好脸色。封谷，这才是真正的封谷。我敬苏神是条汉子。你说什么？你难道不怕？封锁我，威胁我，真是可笑。你们之所以敢这么嚣张，不就是仗着垄断了种子吗？我看到了什么？是我眼花了吗？反击种子，我们有自己的反击种子了。苏神 YYDS， 我就知道苏神不会让我们失望。不可能，这绝对是假的，是 P 图，是特效。大夏怎么可能独立研发出种子？楼上的酸狗闭嘴，事实就摆在眼前。天佑大夏，天佑苏神。扔掉，都扔掉，我们不需要了。3年了，整整3年了，我们终于不用再看他们的脸色了。妈妈，你看，我就知道苏晨哥哥是最棒的，他成功了，他真的成功了。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他怎么会有种子？他怎么敢有种子？艾特大侠都是猪，出来！你不是说苏神能搞出反击种子，你就直播生吞奥利给吗？人呢？刚才叫的最欢的就是你，怎么现在当缩头乌龟了？兄弟们别叫了，我刚去看了一眼，这笔已经注销账号跑路了，笑死我了！就算有种子又怎么样？只是反击下等而已，根本不值一提。楼上的孝子，你爹都跑路了，你还在这儿洗呢？刚才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苏君，不要太得意，区区反击下等的白菜种子，也值得如此兴师动众吗？我们扶桑依然愿意给你一个机会，只要你交出种子的培育技术，我们可以破例交易给你10颗反击中等的种子，外加10株成熟的反击中等作物，这可比我们之前准备交易给你们的那些带负面效果的魔鬼椒和苦竹种子要好上100倍了，这可是天大的恩赐。好，带负面效果的魔鬼椒和苦竹种子，日川先生，原来这才是你们一开始准备给我们的礼物。不是的，我那是口误，我们扶桑怎么会？笑得我肚子疼。这小日子是蠢到家了吗？自己把底牌给掀了。带负面效果的魔鬼椒和苦竹种子，家人们都记下来，这就是他们所谓的慷慨。苏神牛逼，一句话就让他原形毕露。日川先生，在你那些阴险的算盘的暴露之后，你现在还有什么别的筹码吗？苏君，你听我说，这是一个误会。我们伟大的扶桑地大宗的友谊性。友谊就是用带毒的种子来换我们的粮食，凡级中等的种子听起来好像很了不起的样子。物品凡级中等白菜种子，效果成熟后可提供2点灵能点。我靠，我没看错吧？凡级中等，苏神自己就有。刚才那个小日子说什么来着？用10颗中等的来恩赐我们，他拿苏神自己的东西来装逼。他怎么可能会有中等的种子？我们的情报……别急，这才到哪？物品凡级上等白菜种子，效果成熟后可提供4点灵能点。不可能，这绝不可能！上等种子还能获得生存资格？假的，一切都是假的！我不是苏神，永远的神，爽！我他妈这辈子都没这么爽过，这么反转，谁受得了啊？出不生存资格。国士无双，他是我大夏的国士无双啊！快联系最高部门，启动最高级别保护，不惜一切代价保障苏晨同志的安全。日川钢板，别急着封，我们做个交易吧。交易？你拿出地龙残躯一节，我换给你10万颗种子。什么情况？用地龙残躯换种子？苏神是不是不对？疯了！用地龙换垃圾种子，这是卖国，这是在葬送我们大夏的未来。苏晨君，你说的是什么级别的种子？该不会是10万颗上等种子吧？不，是10万颗优质的不入流种子。
蠢货真是个彻头彻尾的蠢货，用神话生物的躯体换10万颗最垃圾的种子。成交，成交，我这就去凑。你等着，你可千万别反悔啊！哈哈哈哈。虽然不知道苏神要干什么，但我相信他没时候让我们失望过。就是，苏神肯定有我们想不到的山野，等着看就完事儿。还在继续说话，地龙残躯可能是我们大家对抗灾难的希望，就这么被他换成了一堆谁都看不上的垃圾。苏神此举足以于四方地榜，我之意立刻剥夺他的代表资格，让他滚下来。等着吧，等我用这10万颗垃圾通过系统合成出神级种子的时候，希望你们还能笑得出来。史密斯君，听到了吗？那个蠢货，那个大侠的蠢货，苏晨他同意了。日川君，冷静点儿，你确定你没听错？地龙残躯换10万颗不入流种子？没错，就是最垃圾的那种。哈哈哈哈，他就是个彻头彻尾的乡巴佬，一个只懂种地的农民，他根本不知道地龙残躯的价值。长官，刚刚确认，大侠的苏晨提出用一节地龙残躯换取10万颗优质的不入流种子。种子？他是不是觉得自己的农场不够大？我们还在分析地龙的能量构造，他却只想着用它换点垃圾回去种地，简直是天大的笑话！我们正愁找不到突破口，他自己就把梯子递过来了。既然他这么想要，我们就大方一点，通知下去，凑齐15万颗，多出来的5万算我们灯塔赞助他的农业事业，务必让他立刻交易，免得大侠那边有聪明人反应过来，阻止这个白痴。明白，我马上就去办。我的天，这是我今年听过最好笑的笑话。用钻石换石头，苏晨的脑子是被驴踢了吗？国贼，这就是国贼！听说过，他可能未来交到一个农民手上是多么可惜，他现在出卖我们农民。别这么说，听起苏神只是想提前退休，回家种地养老的，我们应该支持他的伟大梦想。完了，全完了！这下大侠彻底成了全世界的笑柄。都给我闭嘴！苏神这么做一定有他的道理。别人笑我太疯癫，不喜他人夸不成。一群只看得见眼前的蠢货，这些在你们眼中一文不值的不入流种子，恰恰是我合成系统最需要的养料。等我用它们合成出0级甚至仙级种子，你们就知道谁才是真正的傻瓜了。史密斯君，怎么样了？种子凑齐了没有？快，一定要快！我真怕那个苏晨突然反悔，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怕他身边的人会点醒他。放心吧，15万颗种子已经装箱，正在运往交易点。那个蠢货高兴还来不及呢。太好了，太好了！我要立刻去交易地点，我要亲眼看着地龙残躯到手！快！这次都挑好的装，专挑那些又大又重、牙眼还没几个的土豆种子，分量一定要足。长官，每一个麻袋都至少有100斤，有好几个都快300斤了。就是要这个效果，让全世界都看看，他们大侠的苏神为了我们施舍的一点垃圾，是怎么像个苦力一样狼狈不堪的。连接苏晨，快，契约已经拟好，趁热打铁，立刻让他签。苏神，种子已经全部备齐，15万颗优质的不入流种子，一颗不少。我们现在就签订农场空间的契约，如何？可以。我同意。太好了，苏神，种子马上就会传送到您的农场，请您准备接收，合作愉快。真是什么人不行。这种倒霉的神神，他连开场都保不动啊！丢人，真是丢死人了！为了点破烂种子，搞得自己像个搬运工，无为何在？无敌，更好的释放这帮小人，都用这种方式羞辱苏神。你们懂个屁！这麻袋一看就几百斤重，有本事你们去搬一个试试。不入流15万种子已到账。种子数量没错。那就好，那就好。苏神，您慢慢搬，不着急。
等着收你们的地龙残躯吧。很好，这份大礼我收下了。灯塔日川钢板，让我记下来，很快你们就会知道，用这点手段来恶心我，需要付出多大的代价。八嘎，这个苏晨他不讲信用。社长，他难道想吞了我们的种子，不给地龙残躯吗？我们要不要提出抗议？抗议？怎么抗议？契约只规定了我们交付种子，他交付残躯，根本没规定具体的时间。这个混蛋，他钻了空子。那我们现在怎么办？等，给我把所有监控画面都切到他的农场，我就不信他能把那15万颗种子当饭吃。他一定是在故弄玄虚。看到了吗？这就是大仙的守护神，一个不遵守契约的骗子。可耻，拿了种子就翻脸不认人，大夏的信用呢？完了，这下脸都丢到全世界了。为了点蝇头小利，连最基本的契约精神都不要。苏晨，你对得起大夏吗？赶紧把地龙残躯交出去啊！别因为你一个人，让我们整个大夏都背上了不守信用的骂名。报你们的狗屁！原来是你们动手执行你们恶心人，不许我们苏晨本地，什么强盗逻辑？苏晨干得漂亮！本来不想跟你们计较，既然你们非要把脸伸过来，那我可不成全你们。君子报仇10年不晚，我拼了，我报仇从早到晚。检测到不入流种子15万，是否开启无限合成？是。主任，苏晨他扣下了地龙残躯，没有按约定第一时间交货。现在国际舆论都在指责我们大夏不讲信用。哈哈哈，好小子，有种啊！主任，所有人都以为他会为了大局忍气吞声，先交货再理论，可他偏不，他就是要当着全世界的面把这个脸给当场打回去。可是这样，我们的国际声誉是靠实力打出来的，不是靠妥协换来的。别管他，我倒要看看这15颗不入流的种子在他手里能玩出什么花来。统治下去，静观其变。是否开启无限合成？开启。合成成功，获得优质不入流土豆种子75000。合成成功，获得凡级下等土豆种子2。还没完，继续。合成成功，获得凡级特等土豆种子2。合成成功，获得伪灵级土豆种子2。土豆生命之灵未命名，品阶凡阶，能力花语。我操！1/70000的异变概率，这能力，这次是真的玩大了。他在干什么？已经过去这么久了，为什么还不交货？肯定是心虚了，想当老赖。苏晨，立刻把地龙残躯交出来，别再给大夏丢人了。闭嘴吧你们！苏神做事需要跟你们解释，等着。有了这个东西，我的农场产量和质量将迎来质的飞跃。别说是区区魔物，就算是带领整个大夏崛起，也不是不可能。哼，游戏现在才刚刚开始。怎么回事？发生什么事情了？报告指挥部 ，A3号各地区发生剧烈震动，原因不明。难道是地震了吗？快立刻联系地质监测局，立刻确定地震范围和等级，评估灾害级别，快！愚蠢的大夏人，这一定是那个叫苏晨的家伙不遵守契约，遭到上帝的审判了。早就说了，别跟国际社会作对。现在好了吧？天罚降临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地质监测局回信了，说这次的震动范围极其诡异，只覆盖了我们所有的耕地，哪怕隔着1米远的地方都毫无感觉，这根本不是自然地震。唯一的联系机会已经用掉了，现在我们什么都做不了。主任，您说这会不会是农场空间的天罚？之前有过先例，一个农场主违背契约，整个农场辅导都被雷劈没了。但那次也只是影响农场本身，从没影响过现实世界。可这次
是全国所有耕地啊！如果苏琛真的，那我们大夏……啊！快看，那是什么？这是天罚？不，这不是天罚，这是天佑啊！天佑啊，大夏有救了，我们有救了！啊！谁说我们大夏完了的？谁敢说大夏完了？快，检测一下这些土壤的土质情况，立刻马上！主任，结果出来了。根据初步检查，这片区域的土地肥力比起之前整体提升了将近2倍，已经完全达到了优质耕地的标准。优质耕地？这怎么可能？这意味着我们不需要再依赖那些难吃的营养液了。这些土地以后就算不是化肥，都能自然长出最好的绿色作物，神迹啊！这真是神迹啊！苏晨，你到底做了些什么？报告，大夏方面的间谍传来紧急情报，大夏非但没有发生灾难性地震，反而所有耕地都获得了巨额增幅，他们的农作物成熟时间大大缩短，而且我们拿到的土质化验结果显示，所有耕地的肥力普遍提升了2倍左右，全都变成了优质耕地。啊 ，fuck！ 所以我们以为他们完了，结果他们却迎来了新生。原因？初步分析判断，一切变故的原因应该就是农场空间，就是那个大夏的农场主。农场空间特勤处呢？他们怎么说？很遗憾，先生，目前我们暂时失去了对大夏农场主的监控能力，在他的隐私保护时间之内，我们没办法看到对方在做什么。看不到，一群废物！我不管你们用什么样的方式，必须用最快的速度知道那个可恶的大夏农场主做了什么。如果可以，不管用什么手段，一定要将造成这一切变故的原因给复制过来，不惜一切代价。Yes, sir。你这小家伙倒挺粘人，你这模样让我想起一部老剧《仙剑》里的五毒少，剧里那小家伙叫花莹，以后你也叫花莹，如何？好了，别闹，让我看看你有什么本事。名称：花莹，品阶：凡阶，可进阶。生命之灵，这是从来没听说过的种族。凡阶看着好像不怎么厉害，但是1,000万分之一的概率变异出来的东西，绝对没这么简单。花语：花莹的祝福，能够大幅度驱除主人身上的负面效果。花语能驱散负面效果，魔潮中就不惧魔物的 buff 了，等于多了无数条命。还有这复苏，农作物最怕大面积病虫害，一旦发生基本无解。有此能力，我的农场便上了双保险，简直是神迹啊！自然之力，花影能为所有不高于自身阶位植物提供祝福。2倍生长速度，凡级特等白菜连续18天，现仅需6天，若叠加我0级翠玉白菜的3倍 buff， 那就是4.5天。劣质土地产量原减半，现土质翻倍，再加生长速度，大夏仅于600万亩耕地能当3000万亩用。生命馈赠，花园可消耗自身生命力为主人治疗伤势，不死不灭，这简直就是开挂呀！救命！这一下彻底稳了，日川钢板，这一次我还真得好好谢谢你们的馈赠呢。要是让你们知道，你们不要的垃圾种子，在我手里变成了这样的宝贝，怕是得当场气吐血吧？嘿，好了，不能浪费时间了。有了幻影的巩固增幅，再继续种不入流的作物就太浪费了。是时候把所有资源都集中到最高级的种子上去了。是否开启无限合成？开启合成，目标凡级特等，不，伪0级。合了整整1晚上，手都快搓出火星子了，才合成了50多枚伪0级，这得合到什么时候去啊？
1颗伪灵级种子需要512颗优质不入流种子，合成500多次，将近8分半钟，50多枚就花了我7个多小时，剩下这些还得再不眠不休干30多个小时，要命了！合成一时爽，一直合成，我这小身板可扛不住啊！系统爸爸，能不能一次性多合成一些啊？再这么一个一个点下去，我人都要点没了。当前合成灵能吸收已满足需求，是否立即对系统进行升级？啊？什么？还能升级？当前灵能已满足需求，可升级至终极合成系统。原来是这样，升级，立刻升级，马上升级！开玩笑，现在只是伪灵级就累成这样，以后要是和灵级仙级，我不得当场猝死在这儿？赶紧升级，这爽过头了，有点虚啊。系统升级中，请稍后。升级倒计时80。8个小时，行吧，8个小时就8个小时，总比我在手动干30多个小时强。值了，正好一宿没睡，扛不住了，先睡一觉再说。救命！救命！我靠，主播心也太大了，还在睡？不是说好的惊天秘密呢？除了旁边那几袋子破种子，啥也没有啊！报告长官，目标直播间已开启，但目标似乎正在睡觉。睡觉？周围有什么异常吗？是什么导致大夏土地发生如此巨变？没有，除了昨天交易的那些种子麻袋，没有任何可疑物品。难道秘密在农场的其他地方？fuck！ 你这个混蛋！立刻联系史密斯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必须弄清楚这个大夏农场主这农场里到底发生了什么。还有，我们交易的地龙呢？让他立刻交货，立刻！系统升级已完成。升级结束了。8个合成蓝，之前只有2个累死累活，现在竟然直接翻了4倍，这简直是流水线作业呀！8颗不入流，合成4颗凡级下等，4颗下等合成2颗中等，2颗中等合成1颗上等。如果我愿意，甚至可以直接把8颗不入流一次性合成1颗凡级上等，就是不知道合成时间有没有变。要是时间也缩短了，那可就太爽了。合成。检测到优质不入流土豆种子8，是否全部合成至最高级？当然是最高级。合成开始，请稍后。恭喜宿主获得凡级下等土豆种子1秒，哇，连1秒都不到。系统牛逼啊！效率提升了上百倍，时间却一点没加。之前要30多个小时的活，现在岂不是10几分钟就搞定了？13万多颗垃圾，就换来了这255颗至宝。要是拿出去卖，怕不是要让那些农场主倾家荡产来换。在我这里，垃圾才能变废为宝。优质苦竹，品阶不入流。描述：品质良好的不入流苦竹，可以用来搭建竹屋竹排，前提是你会用。妈的，这帮狗日的洋鬼子果然没安好心，给我的种子除了土豆就是这种鸡肋玩意儿。不入流的竹子能干嘛？搭建竹篱笆，魔物真来了一碰就碎。哼，只不过你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在我这里垃圾也能变废为宝吧。不入流是没用，但要是合成到凡级甚至是灵级，这坚韧度和防御力将提升到另一个层面，也就正好用来建造防御工事。无入侵嘛，我正愁没材料呢，这帮洋鬼子反倒又给我送了份大礼。开始合成，土豆都能合出生命之灵花莹，不知道这些苦竹又能给我带来什么惊喜。洋鬼子们绝对想不到，他们眼里的鸡肋，在我这儿马上就是铜墙铁壁。恭喜宿主获得凡级特等苦竹种子2。凡级特等，也就是伪灵级。凡级特等苦竹种子，品阶凡级特等，能提供100点灵能，比伪灵级的白菜多了20点，还算不错。但是居然没有生长速度加成的词条，
白菜好歹还能吃啊，能增加身体素质。这苦竹要是只有这点提升，也太对不起他伪灵级的名头了吧？防御力到底能有多强？算了，先不管这个，继续往上合，继续合成。之前的土豆合成了灵气，便已出了花影。这次的苦竹，要是也能再来一次10000000分之一的奇迹，那就爽翻了。想什么呢？10000000分之一的概率要是天天有，那还叫奇迹吗？检测到繁殖特等苦竹种子2开始合成，请稍后。合成完成，恭喜宿主获得灵级下等紫竹种子1。灵级下等，果然没有变异。不管是10000000分之一还是10000000分之一，都没碰上。啊，对，不是苦竹了，是紫竹。繁殖特等苦竹种子品阶繁殖特等。这属性怎么回事啊？和翠玉白菜比不能吃，灵能点也才100。等等，每天100点。之前的作物都是一次性收获，这紫竹能持续产出10天，就回本之后全是净赚。第二个属性，300%防御加成，恐怕也不简单，得赶紧种一颗试试。哼，不过在此之前，灵级下等已经这样，那中等、上等呢？灵级之上会是什么？合成。开始合成，请稍后。合成完成，恭喜宿主获得灵级中等紫竹种子。灵级紫竹种子品阶灵级中等。注2：当前种子等级已超出初级农场种植极限，无法进行种植。农场种植极限，这么快到顶了？原以为初级农场极限至少灵级之上，未料灵级中等就无法种植，看来只能先升级农场了。合成了也种不了，暂不必要。先搞定土豆，开始合成。合成完成，恭喜宿主获得灵级诚心土豆种子，品阶灵级下等，属性1：长时间食用可大幅度提升身体素质，成熟之后可为农场提供1000灵能点。属性2：长时间种植可改良100×100范围内土质，改良范围内所有同类灵级以下作物生长速度提升100%。注：同类作物同属性效果无法叠加。描述：它将帮助你成为最伟大的农场主。看来这些一次性作物同级别属性都相仿。现在手中有灵级翠玉白菜、灵级澄清土豆、灵级紫竹3种，灵级种子已经够用。农场仅3亩地，一种子覆盖范围达100×100，完全足够。再合成同类也无法叠加，纯属浪费。加之前的共286颗伪灵级种子，255颗土豆，31颗苦竹。至于余下400多颗不入流种子，直接种吧。灵级土豆的属性加成，再加上花莹的祝福，就是3倍的生长速度。这些不入流种子只需要1天就能成熟，1天1茬，简直不要太爽。可惜啊，白菜和土豆的加成只对同类有效，不然还能再翻1倍，10几个小时就能收，1天1批。要是让那帮洋鬼子知道他们送来的物资，特别是花莹这个生命之灵，给我带来了这么大的好处，不知道会不会直接气死。留下这些不入流种子，还有更重要的用处。我是生长在大夏的旗帜下的，现在有能力了，也该为国家出点力。我的母亲和妹妹都还在大夏，为了他们，我也不能坐视不理。更何况农场主的命运和国度息息相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国运强，我的农场才能更强。这些不入流的土豆虽然对我帮助不大，但在3倍速生长下，1000倍反馈到现实，产量奇大无比。不说完全解决粮食危机，至少能让大夏的同胞们不用再那么恐慌。我的种子呢？怎么可能？我好不容易才合出来的种子，开什么玩笑！救命！救命！
这不就是我刚刚合出来的诚心土豆种子吗？救命！救命！华阳，是你把我的种子都拿走了。救命！这是在帮我种地。好样的，华阳！不仅本身能力逆天，现在还会主动帮我干活，简直就是我的贴心小棉袄啊！我操，小精灵吗？好可爱！苏神从哪儿找来的？我就是个小玩具。长得好看有什么用？我怎么感觉这空气都那么酸呢？这是谁家的醋坛子打翻了？说小家伙没用的，真是笑死我了！没看到小家伙都在帮忙种地吗？一个个都眼瞎呢，都扶桑裁判附体了。八嘎！你们这些大虾人太没有礼貌了，一点素质都没有！你们这是对我们扶桑的人格侮辱！八嘎！弄清楚了没有？这个飞着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局长，暂时无法分析。农场空间当中从来没有出现过。根据我们的推测，这或许是某种比较和善的魔物。魔物？嗨！而且根据分析，大夏的耕地发生的异变，应该也是来自这个魔物。八嘎！这个大夏天选者怎么就没有被魔物吞掉？凭什么？凭什么这个大夏人运气这么好？这简直就是开局神装！我们扶桑费尽心力才得到这么几颗反击上等种子，他凭什么得到这么多好东西？凭什么？我每次收获80%都要分给别人，这个苏神，他凭什么能全部自己留着？他得到的种子、作物，甚至是灵能，全都是自己的，这不公平！马上联系日春君，让他不惜一切代价搞清楚那个魔物到底是什么，最好能把他弄到手。嗨，水晶结晶、地龙，现在又多了这个东西，这些宝物我们扶桑一件都没有，他大夏凭什么全都拥有？去，让日川君办好这件事，我们扶桑才是最优秀的。八嘎，这个可恶苏晨运气怎么会这么好？不久前我还在嘲笑他，等着他跪着来求我买种子，结果呢？反击种子、水系结晶、地龙，现在又多了一个神秘的魔物，激动的我都要质壁分离了。难道上帝真的开始眷顾那个被抛弃的族群了？不行，这些好东西大夏不配拥有，必须想办法全部弄过来。威胁是行不通的。苏晨那家伙是块硬骨头，史密斯那个蠢货现在还被关在小黑屋里呢。硬的不行，看来只能来软的了。日川，有屁快放！史密斯阁下，关于苏晨手里的那些宝物，我有一个计划。哦，硬的行不通，我们或许可以来软的。啊 ？WTF， 来软的？日川，你的意思是让我们向那个人服软？这不可能，让我们服软？你做梦！他算什么东西？史密斯阁下，请您冷静。我知道这很难接受，但苏晨是块硬骨头，威胁没用。他手里已经有了繁殖作物，再过半个月他就能活下来。那又如何？给他时间越长，他发展只会越好。到时候我们再想拿走那些宝物就更难了。不就是服个软吗？只要能达到目的，道歉、鞠躬，甚至下跪，对我们扶桑来说都像家常便饭。那是你们扶桑，我们灯塔绝不低头。就算他有繁殖种子又如何？分析过了，他总共就那么10几颗，就算全熟了，提升的体质也未必能扛过魔潮。到时候他能不能活都是问题。让我们服软，他还不配。那些种子肯定是某个不长眼的家伙私下卖给他的，打破铁律绝不可能。可是史密斯阁下，如果苏晨走投无路之下，用他手里的地龙、水系结晶，甚至是这次的神秘魔物，去和其他农场主交易呢？哼！啊，这个问题确实很严重。地龙有契约，他跑不掉，迟早是我们的。但水系结晶和那个鬼东西，如果他真的卖给别人，没错，到时候我们可就真的竹篮打水一场空了。这个可恶的大夏人怎么能有这么多好东西？现在主动权竟然在他手里，他甚至可以卖水。
场空间里缺水的农场主可不止1、2个，他要是把水资源拿出来卖，可恶！史密斯阁下，现在我们想拿到他手里的东西，唯一的办法就是利用。怎么利用？我们伟大的灯塔什么时候需要用这种手段了？种子，你的意思是让我们用高级种子去和他交换，给他高级种子、凡吉特等？那是资敌，我绝不同意。他现在就够棘手了，再让他站稳脚跟，我们灯塔的地位就会受到威胁。不，史密斯阁下，您误会了。高等级的种子我们自然不可能拿出来。那你是什么意思？那个大夏农场主不是喜欢收集那些不入流的种子吗？我们可以用更多的垃圾种子来跟他谈条件。不入流的种子，这种垃圾真的还有用？他已经有那么多了，还会需要？有没有用？试一下不就知道了吗？那就试试。如果能行，把他手里的好东西都给我弄过来。凭什么？凭什么这些都让他得到？明明我们才是这个世界的引路人。有花英帮忙，效率翻倍不说，每颗种子还附加祝福，生长速度直接翻2倍。灵级作物本身的增幅，加上花莹的祝福，总共3倍生长速度。原本28天成熟的伪灵级种子，现在只需要7天。史密斯他们要是知道送来的土豆反而成全了我，怕是要气死。这些苦竹就是第1道屏障了，可惜农场面积太小，否则用苦竹布置迷宫陷阱坑杀魔物，岂不美哉？算了，第1波魔潮只是新人考验，强度应该不会太高。等这些伪灵级作物成熟，吃下去巨幅提升身体素质，到时候搏杀魔物应该不成问题。不过大夏农场空间办公室的分析报告里提到过，新人期获得的农作物等级越高，面临的魔物实力就越恐怖。我现在手里这么多灵级和伪灵级作物，1个月后会引来多恐怖的东西。看来得早点弄一些武器才行。这次翻碟，连1袋不入流的种子都没出，运气好像也耗尽了。实在不行，只能等这些竹子成熟了，小姐把竹剑、竹刀凑合用。凡级品质的竹子做出来的武器应该不至于太差劲吧？现在种子都种下了，在等待成熟的这段时间里，正好用这些石头打造一些简单的防御工事。日川钢板，哼，来要地龙的，想得美！老干，忍住！为了史密斯阁下的计划，必须忍住。唉，行吧，我倒要看看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通了，终于通了！我竟然才感到荣幸，开什么玩笑！可恶，这次联系这么久才联系上，要是再搞砸了，被他直接拉黑，史密斯阁下绝对不会放过我。好久不见，苏晨君。有话说，有屁放。看看，苏晨君，你看这么长时间了，之前交易的地龙能够给我了吧？契约里根本没有写清楚什么时间交付，只要他愿意，完全可以拖到1个月后契约强制生效。1个月足够决定一个农场主的生死了，我可拖不起。哼，地龙啊，不着急，我们大夏有句话，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这条地龙受了重伤，暂时需要休养一下，等他的伤养好了，我自然会履行契约。地龙对土地的增幅不过30%，我有花银和灵级作物刚刚的产地，而且它生长速度是龟速，对我价值不高。但谁让你们之前那么恶心人呢？想快点拿到！看看，重伤个毛啊！知不知道地龙是被你切了的？被切一刀也叫重伤，跟你讲！苏晨君，你们大夏一向都是礼仪之邦，讲求信用。正所谓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想苏晨君也不会因为区区一截地龙就坏了自己和大夏的名声，对吧？什么意思？日川钢板先生这话是在说我苏某不讲信用？不，苏晨君，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地龙已经重伤。必然是想说，苏晨君现在农场刚刚起步，必然十分繁忙，没时间照顾着重伤的地龙。
身为朋友，我们有义务也有责任为苏晨君分担。为了感谢苏晨君这段时间对地龙的照顾，我们这边愿意再次拿出1万优质种子来作为谢礼，希望苏晨君不要嫌弃。不愧是扶桑人，这睁着眼睛说瞎话的本事着实牛啊！日川冈本先生真是觉得我是在故意为难你们，想要借此索要更多好处。1万种子打发谁呢？不是故意为难，那你盯着自己的手指头窜什么？你那拇指和食指上有钞票吗？苏晨君，不要误会，这只是我们作为朋友的心意而已。为了表示歉意，我们再送你4万种子，一共赠送你5万种子，你看如何？10万种子，苏晨君，这已经是我们能够送出的最多种子了。20万种子啊！大哥，你不要太过分了。不给就算了，那你等着吧。等地龙伤势好了，我自然会履行契约。慢着，好，20万，你先把地龙给我，我给你20万种子。不，咱们先签契约。打给俺了，签契约？操，又是契约！就是因为这个可恶的契约，老子才被他拿捏得死死的。现在还得他妈的吓人诛心啊！不同意？那算了，咱是生意人，讲究一个你情我愿。既然日川冈本先生不愿意，那就继续等着吧。慢着，我签。哎，这就对了嘛，跟我玩心眼儿。这些扶桑人有一个算一个，全是战五渣的垃圾。这是什么？就这么一点点。按照地龙的生长速度，等它恢复，黄花菜都凉了。放开！要不是怕违反农场规则，死的都想给你送过去。就这么点残渣，够你们养1、2个月的了。等你们养好，老子早就起飞了，等着在我屁股后面吃灰吧，垃圾！一小节指甲盖换了35万种子，这买卖简直是暴利啊！得趁着北极熊那帮人还没反应过来，赶紧再卖几包。苏晨君，你还没走啊？我他妈倒是想走，但我的目的还没达成。之前的委屈不能白受。苏晨君，鄙人还有一个不情之请，希望苏晨君能够……既然日川冈本先生自己都说是不情之请了，那就别说了，我不会答应的。我怎么不按套路出牌啊，苏晨君？我只是想都别想，再见。一撅屁股就知道你想拉什么屎。地龙到手了，下一步无非就是想要我的水系结晶，甚至是花营，浪费时间，哪儿凉快哪儿待着去吧。巴克亚勒，可恶大夏人，你会后悔的，早晚有一天你会后悔的。啊！搞定20万伪灵级种子，欢迎。这次咱们就种土豆和白菜，简单点。种太多种类，收获的时候都得定闹钟，那还要不要人睡觉了？还是这样省心啊。20万种子就换回来这么个玩意儿。史密斯阁下，加上之前的，总共是35万种子。35万，我们库存的1半，就为了这么一丁点东西。史密斯阁下，不是我不想换，是那个可恶大夏人，他根本不给我交流的机会，我条件都还没提，他就直接把通讯给挂了。废物！可恶灯塔佬，你给我等着！既然交易行不通，那就让他无处可交易，立刻联系查尔斯他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灯塔联盟禁止旗下所有人和那个大夏人进行任何交易。是，谁敢偷偷交易，就是与我们灯塔为敌，我们绝不姑息。另外，放出消息，告诉我们的盟友，等我们的地龙繁殖起来，每个盟友都能无偿获得。史密斯阁下英明。一个侥幸得到点好东西的黄皮猴子，真以为自己能无法无天了？在这个农场空间，终究是我们说了算。我看他没了种子来源能撑多久？就算他去找北极熊那些死对头，也得被狠狠宰一刀。我们得不到的，他也别想好过。我操，这个史密斯也太无耻了吧！自己交易失败就要搞封锁。灯塔这帮人真是出不起，典型的霸权主义，这手段简直糟到家了。哈哈，说别人无视钱，先看看苏晨那副嘴脸好吗？一点契约精神都没有。就是啊，灯塔明明诚意满满，是苏晨自己贪得无厌，真为和这种人同族感到羞耻。耻辱你妈的！
眼瞎了？扶桑鬼子拿超重的种子恶心人的时候，你怎么不叫？驰名双标狗！楼上的香蕉人怕不是扶桑裁判附体了？你们这些乡巴佬也就这点素质。我们是大国，就该有大国的气量，让人进一步怎么了？我个人认为，苏晨就该无偿把地龙和水晶结晶贡献出来，造福全人类。我你妈！楼上的圣母婊敢不敢报地址？你怎么不把你的粮食全捐了，造福人类？圣母院都烧了，你怎么还活着？快把你老婆贡献出来，造福一下光棍吧！你们这是强词夺理，盯着历史不放有意思吗？那都是先人干的，凭什么要后人承担？承担？我是你先人，他们但凡道个歉、认个错，我们至于揪着不放吗？他们认了吗？你们这是人身攻击，我抗议！抗议你妈！怎么不见你叫灯塔爹和扶桑爹把繁殖种子贡献出来？一群数理忘嘴的双标狗！我抗议滚回你的狗窝去抗议！灯塔联盟想要封锁困死我，天真！必须尽快搞到工具，特别是刀具，才能开采资源。如果说还有谁可能跟大侠交易，那无疑就是巴扬了。虽然他们之前对大侠的求助一直冷处理，希望不大，但总得试试。对方无应答，通讯已中断。果然，国与国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靠山山倒，靠人人跑，外人终究是靠不住的。发送公屏消息需消耗100能点。100能点，草率了。既然交易不了，那就只能靠自己了。正好，我也想试试，这个合成系统到底能不能合成石头？没有工具，真是寸步难行啊！瓦西洛夫斯基，最新消息，那个大家人把地龙卖给了灯塔，我们的垄断地位已经被打破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应该怎么办？他现在被灯塔阵营全面封锁，我敢肯定，他现在举步维艰，而且根据外界传来的消息，他正在迫切寻求盟友，这恰好佐证了我们的判断，他缺少种子。你的意思是帮助他？当然是帮助他。这个时候我们提出交易，他没理由不同意。交易？用什么交易啊？用我们多余的种子去换他最宝贵的东西——水系结晶，还有他身边那个不知名的小蘑菇。大家的耕地能发生巨变，绝对和那个小东西有关。这种宝物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那他要是不愿意呢？不同意？你觉得现在的他有选择的余地吗？哼！看来没有正经工具，想靠蛮力开山才是，根本行不通。合成石头的事，只能先放一放了。第二批种子成熟了，新成熟的白菜和土豆种子超过2天，6000多颗新种子，收获不错啊！现实世界里，在1000倍增幅下，这又是将近2000万斤的粮食。虽然还不够，但至少能让大家看到希望。不对劲，这个苏晨绝对不对劲。距离上次收获才过去多久？不到2天。我们最优质的种子，生长周期也要4天。他之前缩短到2天已经很离谱了，现在居然只用1天，开什么玩笑？这个可恶的家伙，身上一定还有什么能大幅加速作物生长的东西。4倍，整整4倍的增幅。我们的0级种子增幅也才1倍而已，他凭什么？接连几天都是如此，每天都有稳定收获。我确定了，问题一定出在他身边那个神秘的小魔物身上。不行，必须想办法把那个魔物弄到手。瓦西洛夫斯基，不能再等了，那个小东西的价值超乎我们的想象，必须马上联系苏晨。时机到了。你有一条新的通讯请求。瓦西洛夫斯基，北熊国的人，他们终于坐不住了。你好，我是瓦西洛夫斯基，
你好，苏晨，不知瓦西洛夫斯基先生找我有何贵干？苏晨先生，快言快语，我这次来，自然是为了帮你。帮我？是的，现在灯塔方面已经在整个农场空间下达了对大夏的封锁命令。这件事，苏先生应该是知道的吧？对苏先生的遭遇，我们北雄国表示万分同情，同时对灯塔这种无耻的霸权行径表示最强烈的谴责。哼，演得还真像。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苏先生，这里面的东西是我们北雄国200多位农场主耗费3年时间总结下来的魔巢经验，我想这对你一定有不小的帮助。都是些大陆货色，我们大夏办公室总结的资料比这详细多了，毫无价值。既然如此，瓦西洛夫斯基先生，说起来，我还真有件事情需要你们的帮助。上钩了，小伙子很上道嘛。我们是朋友，苏先生有什么事尽管说，只要我们能做到，义不容辞。义不容辞？要不是早就知道你们这些老毛子是什么德行，还真就信了。既然瓦西洛夫斯基先生这么有诚意，那我就直说了。请讲。我想要一批农具。农具？农具？要那玩意干嘛？不应该是高级种子吗？是的，镰刀、锤子、斧头、砍刀，什么都行，越多越好。用农具来种植，可以把锄头就能用好几年。他要那么多干嘛？不对劲，这里面一定有猫腻。不管他想干嘛，他想要的东西就不能让他轻易得到。就算是垃圾，我也要从他身上刮下一层油来。苏先生，你也知道，金属之类的东西在农场里都属于稀缺品，我手里也十分有限啊，这些东西不好弄啊。我知道，作为朋友，我自然不能让瓦西洛夫斯基先生为难。你看这样如何？我用灵能点和你们交易，10个灵能点换一把农具，怎么样？苏先生说笑了，你应该清楚，想要获得这些金属器具，唯一的办法就是在耕地时从土地里挖出来。10个灵能点的价值，50个灵能点一把如何？我需要的量很多，要是华西洛夫斯基先生能给我提供20把以上的农具，哪怕全是一样的，我都可以给你50个灵能点一把。要是能提供砍刀，价格还可以再商量。亲爱的苏，不是我不想帮你，实在是这些农具太过珍贵，我没办法帮你啊。那瓦西洛夫斯基先生的意思是？这样吧，我知道苏尼手里的灵能点不多，我也不强人所难，我吃亏一点，做主给你10把农具，里面包括5把砍刀，只要你拿那个破碎的水系结晶来交换就行。虽然只是破碎的，但我们吃点亏，谁让我们是朋友呢？还有你身边的那个魔物，苏先生，你可能不知道，有些魔物表面人畜无害，实际随时可能暴起伤人。作为朋友，我们不能坐视悲剧发生。你可以把那个魔物和水系结晶一起送过来，我们帮你处理掉。瓦西洛夫斯基先生，你看我的样子，像不像是个傻子？不，亲爱的苏，我绝对没有这个意思。我只是作为朋友，想要帮你分忧而已。朋友？既然我们是朋友，那不如你把你农场里的那些地龙无偿送我1800条如何？反正你手里有很多，不差这点吧？对了，我还听说你农场里有一窝蜜蜂，那东西太危险了，万一蛰了你可不好。不如也一起送给我，我来帮你分担分担危险，如何？毕竟我们是朋友，对不对？朋友？谁他妈跟你交朋友？要不是为了水系结晶和那个魔物，亲爱的苏，你现在除了我们，没人敢和你交易。你已经得罪了灯塔，还要和我们北雄翻脸，你想举世皆敌吗？我看你敢不敢？举世皆敌，猛兽独行。
牛羊才成群，就凭你，也配谈举世？给你点颜色，真当自己是人物了？滚！好，很好，这是你自找的。可恶大夏天，玄者，你会为你今天的行为后悔的。他怎么敢？一个新人，他怎么敢这么对我说话？所有人听着，立刻封锁大夏的苏神，所有交易全部禁止。我要让他连一根草都买不到。第一批反击种子终于成熟了，可惜连生活的东西都没有，只能先凑合一下了。这就是反击作物的非凡之处吗？能量不够吗？只吃了一片叶子。难怪那些老农场主那么瞧不起得不到反击种子的新人，这种力量的差距太大了。哎，这简直不可思议！仅仅只是半颗凡级下等的白菜，那凡级中等、上等，甚至是灵级的作物呢？灵级作物还早，伪灵级白菜也要4天后成熟。现在想吃些太远，不过也快了，有4倍生长加速，错误周期基本在1周内。等第一批凡级种子全部收获，接下来就是源源不断的产出。靠这些追上老牌农场主，应该用不了多久。不对，我种的不只是低级作物，除了少数凡级下等，剩下的基本都是凡级特等，甚至是伪灵级。那些只吃低级作物的家伙，怎么跟我比？凡级特等和凡级下等，身体强化效果差距高达90%。那伪灵级和凡级特等呢？差距应该也在90%以上。这么算下来，差距好像没那么大。如果伪灵级只比凡级特等强不到2倍，价值似乎有限。长期使用，身体素质提升还不到2倍。不对劲，一定漏掉了什么。伪灵级生长期近1个月，是凡级下等的4倍。如果差距真这么小，灯塔凭什么把伪灵级种子藏得那么严实？这很不正常。灵能点收获80点，生长速度提升20%，没什么特别的。对了，灵级进化10万分之一，难道说用10万点灵能点就能让一枚伪灵级的种子进化成真正的灵级种子？诶，10点灵能点，进化值才涨了1点。同样的灵能点，凡级上等需要10点，才提供1点进化值。想把凡级上等进化到凡级特等，需要100万点灵能点。100万点，好家伙！一颗凡级上等白菜成熟，收获4点灵能点，要凑齐100万，得收获25万颗。初级农场最多种2000颗。种满也要2000天，2000天，5年多。难怪洋鬼子知道我有凡级上等种子，还那么嚣张。正常情况下，就算有加速道具，想把种子提升到特等也得1年多。1年后，要是我手里真只有10几颗繁衍种子，能不能活下来都是问题。这就是灯塔和北极熊的统治手段，自己农场产不出高级种子，想活命就得听话。想靠自己慢慢升级，呵呵，先从魔巢里活下来再说。他们都是好样的，宁可站着死，不愿跪着生。大夏的骨气没丢，只可惜啊，你们太小看我了，以为吃定我了。你们说，我要是现在就公布我手里有凡级特等，甚至是灵级种子，你们会是什么表情？想用几把破农具，就套走我的水系结晶和魔物。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不过这些老狐狸确实不能小看，猥琐发育。别了，
老祖宗的话得听。底牌要是亮得太早，死都不知道怎么死。1000万灵能点，才能让凡级特能种子进化到0级。1颗特等白菜才给8点灵能点，我这农场种满一次，也才16000点。要凑齐1000万，得种到猴年马月去。不对，我一个人凑不齐，不代表灯塔和北极熊他们也凑不齐。根据办公室的统计，整个农场空间3万多农场主，他们手里直接或间接控制了2万多人，2万多人给他们当牛做马，每个人上交1点，别说1000万，就是几千万也给你凑出来了。好家伙，这帮老狐狸藏的真他妈深啊！明面上跟全世界哭穷，说0级种子是孤僻，背地里恐怕早就量产了。我们大夏之前就是被这些假情报给坑死的。晋升0级，所需灵能点消耗降低至1%。原来这就是伪0级的秘密。10万点灵能点就能晋升这属性，对别人来说是逆天神技，对我来说简直是鸡肋。我有合成系统，动动手指头的事，还需要消耗那10万灵能点，食之无味，弃之可惜啊！等等，对我来说是鸡肋，可对别人来说，那就是无价之宝啊！凡级特等晋升要1000万，伪0级只要10万，这中间可是足足990万的差价。如果我把这鸡肋拿出去卖，就算跟他们要1半的差价，500万灵能点，你说他们是不是还得跪下来谢谢我？给他们这个机会。种子我不缺，我缺的是灵能点。清这鬼地方满打满算还不到1个星期，跟那些经营了3年的洋鬼子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个乞丐。农作物升级，农场升级，扩充耕地，甚至提升我自己的身体素质，哪样不要灵能点？这玩意儿就是万金油，一枚凡级特等种子升级到0级要1000万点灵能点，那我这伪0级种子卖它个500万灵能点，有毛病吗？没毛病，一点毛病都没有。随便卖个10颗8颗的，我这农场直接鸟枪换炮。花费100灵能点。本人苏晨，大夏唯一农场主。10天，问就是没钱啊！还没获得入场券，可要1000灵能点。哎呦，不过跟私下交易比，拍卖会才能让我的利益最大化。这1000点花的值。哎，体质提升了就是不一样，浑身都是使不完的劲儿。还是我的小棉袄贴心啊！同志们，大夏那个苏神发布的消息，你们觉得有几分真实性？虚张声势，哗众取宠的小丑罢了。伪0级种子，他配吗？我同意。众所周知，他进农场时拿到的可是最垃圾的劣质白菜种子，这种人怎么可能拿出伪0级的种子？还有凡级种子，我们不奇怪，8成是拿地龙跟那个自由农场主私下换的。但伪0级，除非灯塔那帮人疯了送给他。哈哈哈，灯塔会把伪0级种子送给大夏人？他们脑子抽风了都不可能。伪0级虽然不知道具体属性，但是进化了0级的损耗必然远低于泛级特等。如果这是真的，一个100灵能点的公告，一场1000灵能点入场的拍卖会，你们觉得他会为了一个玩笑花这么多钱吗？那么首领，这一次的拍卖我们要去吗？没必要去浪费时间，不过是小丑的把戏罢了。区区一个连凡级种子都挖不出来的废物，真以为伪0级种子是谁都能得到的吗？我们数千农场主经营3年，连见都没见，他凭什么有？哼！退一万步说，就算灯塔那帮人疯了，真把伪0级种子送给了他，他会舍得拿出来卖？恐怕早就藏起来自己种了。我猜这次所谓的拍卖，就
是他走投无路跑出来的噱头。真正卖的估计还是那条地龙，顶多再加点水资源。这些东西对我们来说半点吸引力都没有。不，我们或许可以去看一下。按照我的推测，这个大夏农场主多半只是想拍卖地龙。既然如此，那我们也不妨去看看，顺便也拍卖一些地龙。拍卖地龙，首长英明。既然这个大夏农场主都为我们搭好台了，那我们不妨也上去表演一下。用大夏的话说，这叫什么来着？哦，对，帮场子。我们就是去帮场子的。哈哈，没错。到时候他的地龙能不能卖出去，那就不关我们的事了。一个新人拍卖伪灵级种子，简直是天方夜谭。哼，我们比谁都清楚伪灵级种子的价值，1%的消耗就能得到真正的灵级种子。这种瑰宝，我们会拿去送人，更别说拍卖了。结论很明确，他在虚张声势，纯粹是浪费时间，不必理会。散会。伪灵级种子多半是噱头，但这次拍卖会我们去一下也无妨。我同意，种子的事就算是假的，地龙应该是真的。之前灯塔用几十万垃圾种子就换了一些地龙，我们或许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获得地龙。没错，我们很需要地龙，准备一下，派人参加。只要能用低廉的代价换到地龙，对我们来说就是有利无害。这伪灵级作物对身体素质的提升是凡级下等的2倍，比我预想的1.8倍还好一点，不错啊。起！现在的我，一个能打之前的10个，力量、反应、恢复能力全方位提升。从第7天开始，我就一直在吃伪灵级的白菜，后面这3天的提升，几乎等于之前7天。算上之前的时间，我的提升空间足足有1个多月。而普通农场主，现在第一批凡级下等作物都还没成熟，只可惜灵级的种子暂时还种不了，不过也不远了。开启拍卖场需要消耗1000灵能点，是否确认？确认。发布群频道公告需要消耗100灵能点，是否确认？确认发送。系统公告：拍卖时间已到，拍卖号1001，请有意参与拍卖者半个小时之内准时进入，过时不候。装腔作势，还真搞上拍卖会了。不用管他，一个小丑罢了。茱莉亚的农场马上就要晋升0级，等我们灯塔拥有了唯一的0级农场，整个农场空间都将是我们的天下。到时候，苏晨算个什么东西？你就是苏晨。现在是拍卖时间，你要是有事情，等拍卖结束之后再说。小子，知道你在和谁说话？你想闹事？一个新人也敢这么嚣张？小子，呀！这下要被吓尿了吧？这家伙他竟然一点都不怕！住手！怂货！这个家伙的心理素质有些可怕呀！自始至终，眼里都没有一丝慌乱。这个大夏人不简单呢。大夏人，你很好。是的，我很好，吃嘛嘛香。可恶！要是在外面，我早就把你撕碎了。但这可恶拍卖场规则，大夏人，你们也就这点能耐了，除了耍嘴皮子，还有什么本事？不管是在这里还是在现实当中，你们大夏人都只不过是一群东方病夫。东方病夫，这是我们整个民族的逆鳞。这家伙的眼神好可怕！上钩了，哈哈！激怒他，让他先动手。只要他敢动手，拍卖场的规则就会让他万劫不复。这个蠢货终究还是太年轻了。打起来，快打起来！
最好是两败俱伤。韩信能忍胯下之辱，苏晨，你可千万不要冲动啊！一旦动手就全完了。我知道你的名字，格鲁沙夫维奇。说实话，你们的挑衅实在是有些拙劣。在我们大夏这种激将法，连入门级都算不上。但不得不说，你成功的激怒了我。那是什么？黑红色的，难道是死亡契约？死亡契约就是那个一旦签订，双方必须不死不休的对决契约，直到一方彻底死亡才会终止。死亡契约，他竟然拿出了这种东西，他疯了吗？格鲁沙夫维奇可是北极熊帝国的第2人，在农场空间活了3年的王手。这个新人是想找死吗？你想要和我签死亡契约？主动送上门找死。新人就是蠢，敢签死亡契约，自寻死路。3个月后挑战我，生死对决。原来是缓兵之计。3个月想追上3年积累，做梦！太天真，作物强化是循序渐进的。格鲁沙夫维奇这3个月难道不成长吗？3年差距是死结，简直是给我送人头！不要签，苏晨。主任，没办法联系苏晨了吗？他太冲动了。唯一一次联系机会已在开战前用掉，下次要等明年。难道眼睁睁看着他？对了，马上联系巴扬，让他们的农场主找到苏晨，尽力劝阻。巴扬，他们态度近来若即若离。这是唯一机会，快去！是。深渊鸿沟阻碍武器无法穿越，农场空间才是唯一战场。苏晨，你承载着20亿人的希望了。3个月的时间确实有些不合适。怎么想反悔了？也对，你们大夏人都是一群没有胆量的病夫，临阵脱逃也很正常。苏神先生，我是巴扬的阿米尔，我们主任让我转告你，千万不要冲动，他们都在担心你。我知道了。反悔？我只是觉得3个月的时间太长了，我等不及，改成1个月吧。保护好你的脑袋，1个月之后我亲自来取。苏神先生，你说什么？1个月？疯了！这个大夏人彻底疯了！这是嫌命长，准备提前去死吗？你要是不敢，可以不签。好，很好。既然你急着送死，那我就成全你。禀赋大夏人，珍惜你这最后1个月吧。1个月，就算他是神仙也追不上3年的差距。苏晨死定了，他一死，大夏最后的天选者就没了。耕地资源再减少20%，1年之内，大夏将不会再有农场主出现。1年的时间足够他们饿死几亿人了。愚蠢的大夏人终究要为自己的狂妄付出代价。苏神先生，您太冲动了。无妨，冲动，我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1个月取他狗命足够了。他可以嘲讽我，但我绝不能忍受东方病夫这4个字。那段100年的历史，任何一个大夏人都绝不会忘记。好了，现在时间差不多了，该来的也都来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1次拍卖。等等，苏晨先生的拍卖品想必都非常珍贵，在这之前，不让我们先来，给苏晨先生上几道开胃菜，热热场子如何？好家伙，这是准备当众砸场子呀！苏晨先生，我们说几句话，你应该不会介意吧？这一次借着苏晨先生的场子，我们给诸位带来了一件特殊的拍卖品。地龙。是完整的地龙。是的，地龙。正如大家所见，这一次我们总共带来了20条完整的地龙，每条地龙可以分成10份，共计200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移步10002号拍卖场，我们在那里恭候诸位。我知道你只有1条不完整的地龙，现在我拿出20条来，直接把市场给砸穿。
看他们卖什么。没有资源，1个月后你拿什么跟我斗？感谢诸位的捧场。废话不多说，第1份地龙躯体底价1000灵能点，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00。现在竞拍开始，2000灵能点，我出3000，5000灵能点，10000。可恶，简直无耻之尤！鸠占鹊巢，公开砸场子，他们就是想断了苏晨所有的路。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吗？20万，还有没有更高的？20万1次，20万2次，成交！恭喜这位来自石油国的朋友。苏晨先生，他们太过分了，我们现在怎么办？不急，好戏才刚刚开始。苏晨先生，现在该怎么办？大夏曾经有恩于我们巴阳，我实在看不下去他们这么欺负您。可我只是个小农场主，什么也做不了。不慌，让他们先拍着。都这个时候了，苏晨先生为什么还如此镇定？品质伪灵级。这是伪灵级的种子，伪灵级的种子，这不可能，不是幻觉，是真的。快，联系国内所有农场主，马上给我凑资源，有多少凑多少，快！灯塔封锁了这么久的消息，这东西的价值绝对超乎想象。这颗伪灵级的种子必须是我的。什么？那个大夏农场主真的有伪灵级种子？真的，千真万确。我亲眼所见，101号拍卖场。快，联系所有农场主，马上把所有资源全都聚集起来，不惜一切代价。30万，第3份地龙躯体，30万灵能点，还有没有更高的？大夏的病夫还想和我们斗，不自量力！什么？伪灵级种子？我的天，真的假的？快走，去10001号。怎么回事？人呢？格鲁沙夫维奇，情况不妙，我们好像摊上大麻烦了。伪灵级种子？是的，伪灵级种子。那个可恶的大夏人，他拿出了伪灵级的种子，我们有大麻烦了。这个大夏天选者比我们想象中的还要可怕。我们从一开始就小看他了。这个死亡契约就仿佛一个无底洞，难道我真的会死在他手里？待会儿进去，想尽一切办法激怒他。最好让他现在就跟你决斗，必须尽早斩草除根，绝对不能再让他发展下去了。明白。这不可能！伪灵级种子，那个卑劣的大夏人怎么可能拥有这种东西？假的，一定是假的！史密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很抱歉，茱莉亚小姐，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废物！大夏天选者一次次让史密斯那群废物吃瘪，你身上到底藏着多少秘密？这个苏晨有点意思，他身上的秘密我最好能亲手挖出来，然后据为己有。是时候亲自去会会你了。我操！我就知道，苏神 YYDS 永远的神！太好了，有了伪灵级的种子，我们就能彻底打破灯塔的封锁，苏神的危机也解除了。可是这么珍贵的种子，为什么要拿出来拍卖啊？自己留着种不好吗？主任，我们要不要联系一下巴阳那边，让他们劝劝苏晨？不用。可是，没什么可是的。你们仔细想想，从进入农场空间开始到现在，苏晨出现过一次错吗？
本图我们看似冒失的决定，在他那里一切都在掌握之中。我们现在要做的，不是去打扰他，而是保护好他的家人。那些洋鬼子恐怕要狗急跳墙了。是。好了，拍卖时间已到，多余的话我想也不用多说。那么接下来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伪灵级白菜种子起拍价500万灵能点，每次加价不得低于10万。现在拍卖开始。500万，我没听错吧？这个大虾人不会是想灵能点想疯了吧？开什么玩笑？500万，他怎么不去抢？我就知道大仙人一向卑劣，连交易都想着用这种可笑的手段。我的天，500万灵能点，苏神这得是多少白菜啊！500万，凡级下等种子，没任何加成，得种35000天，那不就是90多年？1枚种子抵我90多年的收成，这就是大哥的实力吗？大哥就是大哥，不管在哪儿，一遇风云变化龙。一群没见过世面的乡巴佬，根本不知道伪灵级种子的珍贵。500万，要是能用这个价格拿下，我们血赚。最好这群蠢货都被吓退，我们好捡个大便宜。看来除了我和灯塔，还没人真正了解伪灵级种子的价值，也难怪他们不识货。诸位，我知道这个价格可能让人有些难以接受，但我想说的是，这个价格绝对物超所值。物超所值？大虾人，伪灵级种子是很珍贵，但用500万来买，你们大虾人还真是一如既往的卑劣，想钱想疯了吗？可笑！克鲁沙夫维奇先生，现在是苏神先生的拍卖时间，请您不要干扰现场秩序。你算什么东西？滚！区区巴扬，一个蝼蚁一样的国家，在现实里孱弱不堪，在农场空间也朝不保夕。也配和我说话？怎么？你还想动手？够了！格鲁沙夫维奇，你确定要在我的拍卖场闹事？闹事？不，我只不过是，这里是苏晨的地盘，真被拍卖场制裁了，得不偿失。哼！我倒要看看你的种子怎么卖出500万，真把所有人都当傻子吗？我知道诸位有很多疑惑，那么接下来请看这个，投入1点灵能点。苏神这是在干嘛？就点了一下，有什么用？这属性面板好像也没什么变化呀。不对，你们快看种子等级那里，多了一串数字，10万分之1，这是什么意思啊？这是灵能点升级进化值，意思是只要再投入10万灵能点，这枚种子就能进化。我的天，10万灵能点，这也太多了吧！10万啊，这简直是天文数字！苏神之前进攻的大仓库，好像也就赚了10万多点吧。我出600万，600万！我的妈呀，我是不是听错了？加100万，这群洋鬼子疯了吗？我出650万，670万，我出690万。可恶，你上当了！伪灵级种子升级到真正的灵级，竟然只需要10万灵能点，而我们的凡级特等种子却需要整整1000万，1%的消耗，这简直是天上掉馅饼！哪怕用500万买下也是血赚。老大，我们要不要参与？这可是伪灵级的种子呢。800万。哼，刚才谁说买这是傻子来着？现在自己成了最大傻子，真有趣啊！北极熊出价800万，没人更高了吧？850万。茱莉亚小姐，这是什么意思？850万。苏晨先生手里有多少伪灵级种子，我全要了。混蛋！茱莉亚这是要全部吃下。苏晨手里到底有多少颗？要是错过了这次机会，不，绝对不行！860万，900万。我的天，这就是灯塔天命之女的实力吗？900万灵能点啊，恐怕也只有她能这么面不改色的喊出来了。这么多灵能点不是拿不出来，可要是从苏晨这个敌人手里买，这不等于是在资敌吗？过不了多久，格鲁沙夫维奇就要和他决斗。要是苏晨拿这几百万灵能点全部强化了身体，那后果……苏晨先生，现在可以进行交易了吗？真是个尤物，要是能……交易可以，
不过，茱莉亚小姐确定要拍下我手里全部的伪灵级种子？让你交易你就交易，哪来那么多废话？就是你能有多少种子？3颗还是5颗？全都拿出来！真以为我们灯塔是你们大夏几千万灵能点都拿不出来？这些全都是伪灵级的种子，开什么玩笑？几十颗？他怎么可能会有几十颗这个级别的种子？我们这几年在农场空间都白活了吗？几十颗伪灵级种子，这怎么可能？我身为天命女神，到目前为止得到的也不过就是这个数目。她一个连凡级种子都挖不出来的下等大夏人，怎么可能？茱莉亚小姐，请吧。